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9月20日，我们继续来分析特斯拉的股价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00.09，收盘价是309.0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9.84，最低价是在297.8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023.1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 倍量缩。KD 值，开口不变，双线继续上行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4.5% 以上，含下影线，但是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它的位置是股价在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目前这根 K 线是在突破前高的一个关键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它出现了量缩，是一个吸售的表现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后续股价有可能会出现飙涨。那如果我们把这根 K 线定义在是股价上升的一个末升阶段，那股价当日出现了叫做价涨量缩，这样一个背离的情况，我们要小心后续股价可能会反转。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在312。另一个上涨的位置是收盘在308。那这两个上涨的条件都是要有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303的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会出现横盘，收盘在304。实际在9月19日收盘价是在309.07，出现了上涨。虽然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与实际的收盘价相接近，但是呢，它们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当日的分时图。实际在当日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被拉抬到当日的最高价，接下来是叫做震荡的上行，或者叫震荡的横盘，然后在尾盘股价被拉升到最高价附近收盘。好，这是当日的这个上涨的走势。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点，就是当日的收盘价并没有超过前面9月15日的最高。9月15日最高是在
309.12，而9月19日的收盘价是在309.07，差一点点没有站上这个前高，也就是当日9月19日这个 K 线啊，没有明确要继续上攻，只是收盘在高处，但是呢，它收的这个 K 线的线型啊，又是预示上涨的 K 线线型，然后我们再看它在下方又出现了价涨量缩的这么一个背离，也就是价涨量缩的背离啊，有可能股价还会反转向下，所以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啊，都给股价的走向啊，后续的走势啊带来了不确定性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先从股价的上行来分析。那目前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目标当然是前高309.84。那这个目标啊很好完成，可能一个高开盘就会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，所以这个目标是非常好完成的。那它真正的目标是上行的目标是要站上314。我们把图缩小，对，站上这个点位。那我们说站上314啊，会建立多头的趋势，会出现一波上涨的行情。那目标就是要站上上方的333.33，它是4月26日的最高。那接下来再向上，当然就是要测试上方的1号趋势线。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辅助线。那314呢，将是我们在9月20日要观察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把它变成观察线的颜色。然后去除这个309.12的水平线，我们把它往上调，我们调整到318。318是5月4日的最高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压力位来看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。那我们再说股价的下行，在9月20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当日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303附近。然后呢，就是295是9月16日的最低。那再向下呢，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和回补下方的缺口。我们现在也再来调整一下辅助线。首先我们要把3号趋势线去除，因为3号趋势线已经连续多日被站上，已经被确认，并且在9月19日我们会看到3号趋势线都成为了一个支撑。好，我们把它去除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矩形啊先移开，稍后我们还会用到。好的，那我们上移这条观察线的水平线，到303，然后上移这条水平线作为支撑到295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，在9月20日上方目标是要站上314，站上314会出现一波上涨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33这条水平线。好，
然后下方目标就是要跌破303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然后是295。如果我们说跌破295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314，然后是318这条水平线，再向上就是333这个水平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303到306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接下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98到300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接下来是前低，是297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，我们会看到293，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291，当然还包括下方的缺口。所以啊，我们把下方的这些支撑位啊合并到一起，它将是从303一直到下方的这个缺口啊，它都是一个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啊分布着各均线值的支撑，包括前低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矩形还拉回来。那我们看看，先把这3号趋势线删除。对，好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矩形的下限是缺口的下沿，上沿是303。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矩形啊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如果出现向下，那它能够就是这个支撑的力度能够在哪个位置？那我们在这里想补充说明一下，画这样的一个矩形啊，是说明它的一个支撑区间比较宽，但是这些支撑呢，但它并不是一个代表这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呢，它会不断的遇到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20日股价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出现横盘呢，它应该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5，最高会到达312，收盘会收在307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可能，横盘。因为我们认为有可能股价会等待周三的这个 CPI 的叫做对这个叫做加息的一个消息的确定之后呢，有可能股价才会去选择向上或向下的突破。对，所以在9月20日呢，我们认为大概率应该是一个横盘。那好，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它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，既会选择突破。那这个突破啊，我们给出2个方向。一个是向上突破，另外一个是向下突破。那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6。
最高会到达316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313附近，这是向上突破。另外一个方向呢，当然是向下突破。如果股价在9月20日出现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303，然后最低会回踩到291，收盘会收在296.70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05的。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向上突破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05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20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